由男主鹤里新明主演的复仇电影《我记得来了》。日本统治时期因亲日派而失去全部家人的碧珠，80岁时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，但他用一生准备的复仇计划却没有停止。年老的碧珠在餐厅当服务员，结识了憨厚老实的小帅。这天，小帅受到了餐厅客人的欺负，客人不仅当场羞辱小帅，还准备让小帅买单。碧珠连忙安慰小帅，承诺会帮他出气。他故意将自己的钱包丢在厕所，男人看到果然上当，将他揣进了自己兜里。碧珠追到停车场向男人索要钱包，男人死皮赖脸，当然不会承认。碧珠用力掐他手臂，痛得他哇哇大叫，随后拿走钱包，还将小帅赔的饭钱要了回来。小帅感动地拿出私藏的好东西与他分享。可在高兴之时，碧珠突然接到妻子去世的通知。妻子的离世让碧珠备受打击，他决定去执行花费60年所构思的复仇计划。他花重金买了一台红色跑车，委托忘年之交的小帅载他去医院。到了地点，他叮嘱小帅在此等候。碧珠拿出提前绘制的医院图纸，避开所有监控，坐在死角处，等到天黑，看到家属离开病房，他偷偷潜入第一个复仇目标的病房，用一杯水将他泼醒，问他为何要将自己的父亲送进监狱，活活打死。男人深知罪孽深重，却死不承认。碧珠怒火攻心，直接让他归了西。等警方赶到案发现场，只剩下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正当张警官毫无头绪时，一名保洁员走了出来，他声称昨晚看到了可疑人。原来小帅昨天等到晚上也不见碧珠的人影，跑到大厅寻找时被保洁员看到。警方调取监控，通过媒体发布了小帅的背影照。小帅正在玩消消乐时看到了那则新闻，这时他收到了碧珠的短信，要求他晚上8点之前开车来趟图书馆。等他赶到时，碧珠又让他追上前面那辆车。小帅问碧珠是否有看到在医院的作案人，毕竟他在医院待了整天。碧珠却让他不要多管闲事，乖乖在此处等他回来。随后拿出武器找到第二个复仇目标，质问他为何要将同胞骗去日本当苦力，让他们被埋在煤矿下，连尸体都找不到。老头反应过来，想将门关上，可惜为时已晚，被碧珠一枪爆头。闻声赶来的小帅目睹了碧珠杀人的过程，他被吓得丢了魂。八旬老人手刃仇家，却被小伙开着跑车将他送去了警局。老人直接拿枪对准了小伙的脑门。小帅闻声赶来，看到碧珠杀了人，他被吓得愣在了原地。碧珠连忙叫他开车远离案发现场，小帅却全身发抖，不敢开车。最终在碧珠的催促下，小帅缓过神来，将车开走。很快，张警官带人赶到案发现场，这起案件同样让他摸不着头脑。此时手下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，凶手在医院使用的子弹来自日本强战时期。等碧珠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正在小帅家中。小帅找他兴师问罪。小帅让碧珠跟他去警局自首，碧珠让对方给他1周的时间，时间到了他自然会去。猛烈的敲门声打断了两人的对话。因为替父看病，小帅借了高利贷，如今生活窘迫，偿还不起。小帅只好请求宽限几天，同时向碧珠投去求助的目光。碧珠眼见大事不妙，溜了出来，留下小帅一人面对。走到一半，他于心不忍，将债主的汽车玻璃砸碎。警报声将几人吸引了出来，他拿出现金，承诺会在1周内替小帅还清欠款。做完这些，碧珠让小帅载他去下一个地点，小帅却猛踩油门，将他送去了警局门口。碧珠掏出手枪威胁小帅带他离开，看到小帅摇摆不定，他又将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门。네가 저기 들어가면 넌 모인 3명을 죽인 살인범이 되는 거야. 평생 감옥에서 썩을지 아니면 미친 살인마의 인질이 될지. 알았어요. 제발 총 좀 내려놔요 좀. 碧珠让小帅打开书包，只要1周内配合他工作，那笔钱全给他。 미친 듯이 때리시다가 갑자기 당근을 주시네. 碧珠将复仇的事告诉给了小帅，他杀的都是害死他家人的罪人。 앞으로 몇 명 더 죽일 거예요? 3명 다요? 와! 很快，碧珠盯上了新的目标山田。当年作为慰安妇的姐姐被他盯上，丧心病狂的他将姐姐蹂躏致死。后来因为杀人无数立了大功，山田还被日本总统任命为高级将领。碧珠乔装打扮混进了活动现场，见到了洋洋得意的山田。听到政府官员对他的追捧，碧珠迫不及待地点燃了包内的烟雾弹，现场顿时一片混乱。山田被张警官安全护送了出来。碧珠突然出现，举枪对准了他。张警官眼睁睁看着山田被人带走，山田不知悔改，只会跪地求饶。小帅伪装成救护人员找到了受伤的碧珠，两人可疑的举动被张警官发现。等他追到门口，两人已将门锁住。
张警官只能眼巴巴看着两人离开。这边两人顺利逃出，碧珠却在车上身体不适，口吐鲜血后晕倒。不管小帅如何呼喊，也不醒来。记忆消失前，你会选择环球旅行，而这个八旬老人却将仇人全部杀光。碧珠被小帅送去了老战友的诊所，才捡回了一条命。醒来后的碧珠请求小帅再帮他最后一个忙。小帅虽然无语，为了钱只能妥协。碧珠对着相机讲述了他要复仇人的所有罪行。如果计划失败，他让小帅将这段影片交给警方，因为他要复仇的下一个目标权势滔天。当年大将军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，不仅当走狗强行给国人洗脑，还给日军输送了数百名的少女当随军慰安妇，导致众多少女惨死，其中也包括碧珠的家人。强战时期结束后，他非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，还加官进爵，名利双收。碧珠发誓一定要让这种人付出代价，而事到如今，大将军依旧不知悔改。他甚至觉得没有当年他的走狗行为，就没有现在的一切成就。面对张警官的询问，大将军非但不配合调查，还试图抹除当年犯下的罪行。这边小帅在行动前带碧珠来到了服装店，给他挑选了一套新衣服。可停在门外的跑车被路过的警方发现，刚出门的碧珠就看到了警车。他带着小帅绕道走进了小巷，小帅自顾自地向前奔跑，碧珠趁机扎破了警车。眼见碧珠身体迟钝就要被抓住，小帅开着跑车及時出现，两人成功逃了出去。可在马路上探讨下一步的计划时，两人被带到了一处偏僻地带，绑架头目正是大将军的手下。手下看到了碧珠录制的影片，他一脚踩了个稀巴碎，随后举枪准备杀人灭口时，小帅急中生智说影片还有副本，杀了他们影片就会被朋友流传到网络。手下听到这话瞬间呆了。小帅带着几人来到了当初催债人的家中，顺利用挑拨离间让双方斗得两败俱伤。而另一边，碧珠正拖绳索与看守人员厮打在一起时，顺利抢到手枪重伤对方逃了出来。这边大将军的手下突然出现，小帅被他打得满身是伤。关键时刻，碧珠出现将手下敲晕。得亏当初要债的送给了碧珠一张名片，不然小帅就得英年早逝了。碧珠害怕小帅受到牵连，准备独自一人行动，可走到一半他失忆了，看着手指上刻着的仇人名字，深入骨髓的仇恨又唤醒了他。隔天在大将军的铜像揭幕仪式上，碧珠也穿上当年的军装坐在了台下。没想到坏事做尽的大将军竟被大家视为国民英雄。碧珠听着他在台上说起自己一生辉煌的事迹，只字不提自己犯下的罪行，他忍无可忍走上台去。碧珠向天空开了一枪，随后将枪口对准了大将军的孙女，他想要大将军当众承认自己的罪行。为了孙女，大将军当着众人的面认了罪。解决了两个，还剩下最后一个目标。碧珠将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门，因为他也是一名罪人。当年姐姐为了养活他，被迫做了慰安妇，他却接受不了这样的姐姐，而瞒着姐姐参了军，离开了他。关键时刻，小帅赶了过来，他让碧珠理直气壮地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因为他做的一切都是正义行为。如果现在放弃自己，那做的一切都将失去意义。碧珠最终认罪，住进了监狱。小帅时常来到监狱看望他，可因为病情的加重，他忘记了所有，却唯独记得自己报了仇。